嫁给沈玉第一天，他的白月光在我面前嘲讽我，他根本不爱你。我白眼翻上天，爱不爱我不知道，可沈太太是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什么年代了，谁还像他这么没脑子？婚姻里都是利益，谈爱简直太可笑了。沈玉于我而言，不过是个工具，一个让我身价翻倍的工具而已。连我家的狗都瞧不上他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从圣马丁毕业时，我和同学去了酒吧，嗨了3天3夜。此时，沈玉正和他的初恋白月光纠缠不清。以前在他钱包见过照片，肤白貌美，大长腿，千篇一律的长相。再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是在沈玉的朋友圈。爱丽丝在我旁边笑呵呵，她怎么长了一张让人毫无欲望的脸，清心寡淡。可能初恋都这样，风中一朵摇曳的小白花，让人怜惜。沈玉和大多数男人一样，品味低下。回国的飞机是在凌晨3点降落的，此时的江城寒风凛冽，吹得我脸生疼，裹紧了围巾，提着行李箱走着。我习惯性回到了淮南路的公寓，那是我跟沈玉的爱巢。敲了半天门，也无人应答。无奈之下，我叫了物业，可能被我打电话声音吵到，门缓缓开了。出来的并不是沈玉，而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沈浩然。他一副刚睡醒的模样，身穿绸缎睡衣，头顶鸡窝头，不停揉搓眼睛。嫂子，看清楚我以后，他吞了吞口水。嫂子，你听我说，我哥跟那女的没有什么，都是误会。我推搡着他挤进了门，里面空无一人。他在后面拉我，一个踉跄，我跟他连着摔倒在了地毯上。我心里烦躁，推他推不动。他来了兴致，将我禁锢住。叶眠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我一双手缠住他的脖子，他瞬间脸涨得通红，阴沉地笑了起来。睁眼的时候，已经是日上三竿，外头太阳刺眼的厉害。我口干舌燥，起来找水喝，发现沈浩然的烟落在了这里，顺手点了一根。不知何时，他站在了我身后，将我揽在怀里，声音低沉：我去跟我爸说，让你们离婚。我推开他，灭了烟，声音冷冷：不用。他不放弃，明亮的眸子霎时间灰暗下来。什么叫不用？他那样对你，你能甘心？我拿了衣服走进浴室，将他无情地关在门外。甘心？有什么甘不甘心的？我收拾完自己出来的时候，房间里早已经没了人影。这时肚子开始咕咕叫，顺手在冰箱拿了些速冻食品煮来吃。在公寓待到大概傍晚，我就收拾东西回了家。一时的放纵让我有些昏昏沉沉，回家才能够让我清醒面对现实。手机一打开，就是沈玉的未接来电，我没回，进了卧室，打开电脑开始做资料。学业是完成了，可是未来还是一片迷茫。在法国的时候，我就打算好了，回国先试试自己创业，打工是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外面星光点点时，打开窗户，微凉的夜风让我头脑逐渐清醒。电话又响了，接通，那边传来嘈杂的声音：叶眠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他说话带了些微醺，喝了不少酒，周围还有男人的嬉笑声。我有些烦躁。什么机会？沈玉冷笑一声：和好的机会。我淡淡说了一句：不用。沉默了一会，沈玉嗤笑一声：好好好，叶眠，你厉害。我挂了电话，继续投入工作中。时间已经到了凌晨3点，我已经记不清是第几个无眠的夜晚了。回国之前，我去巴黎最有名的心理医生看过，说我是重度抑郁，需要住院治疗。我拒绝了。这次回国其实就是休养身体，好好治疗。
每天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爸妈去了国外，很长时间不回来，连管家张妈都被我支开，去了城南别墅，我一个人清静。这中间只有沈林来看过我，带了不少食物，还有鲜花水果。我嘲笑他，我家不是医院，搞得我像重病住院一样。我在电脑面前工作，他就端着一杯咖啡坐在我对面，偶尔打打游戏，有时候会听他抱怨两句，说公司招了一个女的，天天疯狂追求他，搞得他最近不敢去公司。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激怒我，越说越起劲。我冷冷回他，好看吗？他点点头，好看。你为什么拒绝？他埋头叹气，可是没有你好看。他一如既往地玩味笑了笑，总是对我耐心有加，不会控诉我的冷漠。后来他说多了，我就很烦躁，有时候会将他连人带东西一股脑全部丢出门外，不忘吐槽他一句，要是想答应，你答应便是了。他有些支支吾吾，明显没有了底气。我只是想看看你在不在意。我无情关上门，谁又值得我在意？后来沈林公司做得风生水起，他终于可以在沈家抬起头做人了，不像他的哥哥，生来就是沈家的继承人，不需要自己努力便可以走上人生巅峰。那日和沈玉约好参加一个商业晚宴，我跟他还没离婚，在外人眼里依然是令众人艳羡的一对。他车子停在我家门口时，我正穿着许久不穿的高跟鞋，走起路来很别扭。他摇下窗户，脸色阴沉，上车吧。我没抬眼看他，手里看着打车软件。他不放弃，开车门下来，将我一把横抱起来，放到了副驾驶。你就这么不待见我？他声音沙哑，眼眶红红。我企图用手挡住他就要靠近的嘴唇。叶眠，别忘了，我们还没有离婚。我一巴掌扇了上去，他白皙的脸瞬间通红。许久不见，力气见长呀。我别过头去不看他，一路上他龇牙咧嘴的揉脸，时不时还要瞥我一眼。他给我转了一笔钱，说是给我开工作室，还订了一屋子的玫瑰，祝贺我顺利学成归国。我眼睛不眨收了，轻轻的是，以后你就少参与。一句话凉透了我。我挑眉，行啊。他没注意到我嘴角勾起一丝笑容。沈家是江城首富，100亿资产，而我背后的叶家虽不是大富大贵，至少在江城排得上名次。我嫁给他是门当户对，是强强联合，退而求其次。要是他跟我离婚，我会闹得满城风雨，到时候更难收场。所以为了利益，我这个沈家大少奶奶不做白不做。晚宴进行到中途，沈玉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回来时候衬衫上的口红印很是刺眼。我掩面浅笑，林青青也就这点手段，我都懒得接招。这是在明晃晃地向我示威，被旁人看见了，气氛有些尴尬。我打圆场，哎呀，刚才是我不小心，怎么沾衬衣上了？我一路拉着他去了卫生间，我拿出湿巾擦掉口红印子。他在我耳边小声道：“绵绵，别生气。”湿巾不小心碰到他的脖子时，他打了一个冷战。我表情冷淡，漫不经心回了他一句：“我生什么气？我又不喜欢你。”他深邃晦暗的眸子闪过一丝不知名的情绪，半天没缓过来。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，陷入了沉思。这张脸生得极好看，深刻并不凌厉，气质内敛而深沉。可如今面对这样的尤物，我心中却再也激不起任何波澜。沈玉，我们的婚姻本就是为了利益，你不需要想那么多。你跟林青青的事，我早知道了，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你心里清楚。老爷子可是很在意沈家的颜面。我严肃起来，老爷子身体越来越不好了，
要是出什么事，老爷子恐怕承受不住，到时候公司会跟着受影响。”他沉默片刻，缓缓回答：“叶眠，你说的对，我们的婚姻里最不能掺杂的就是感情。”我收回手，淡淡道：“沈家的门只有我能进，别的女人你休想带回来。”他整理了自己的衣领，对着镜子玩味一笑：“放心，沈家大少奶奶。”回去的路上，他意外对我感兴趣，主动聊了很多。“你工作室打算开在哪里？我给你的钱都够开一家公司了，干嘛不做一票大的？”我看着窗外，我乐意。见我不太感兴趣，又继续岔开话题：“最近爷爷跟你说了什么没？”我叹了口气，转过头看着他：“让我早点和你生个孩子。”话音刚落，他就呛咳一声，脸霎时间变红，眼睛慌乱的不知道该看哪里。我还没做好准备，下一秒我笑了：“我做好准备了，爷爷等着抱重孙，我们不能让他失望吧？”他闪烁其词：“好吧，我的孩子能出生在沈家，就是赢在了起跑线上了。我不在意他的爸爸是谁，和我有没有感情，至少我如今的身份可以让我衣食无忧，事业飞黄腾达。”工作室开业当天，因为沈家的关系，排场摆得很大，行业内的大佬都来捧场，热闹非凡。沈玉并没有来，只送来了一束巨大的花篮。爷爷亲自到场给我剪彩，不忘叮嘱那些大佬对我这个孙媳妇多多照顾。我开工作室，爷爷并没有阻拦，反而是欣赏我敢想敢拼的勇气。我刚回国，需要给我一点时间和空间沉淀，待往后蓄势待发。开业典礼结束以后，我收拾完回到办公室泡咖啡，忽然耳朵里传来了高跟鞋走路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是沈玉的白月光。林青青，她是名模，业界翘楚不一般，高挑的个子，白皙的皮肤很是耀眼，穿着黑色紧身吊带裙，露出漂亮的肩颈，淡淡的妆容显得整个人温柔大气。她说话甜软：“你好，叶小姐，我是沈玉的女朋友林青青。”我手里正拿着一堆设计稿，实在是挑不出首发样品，走着烦躁。“叶小姐。”她的声音逐渐失去了耐性。“叶小姐，请问是谁给你的勇气这么高傲？”我扑哧一声笑道：“你应该叫我一声沈太太才合适吧？”“沈太太，坐。”我继续埋头整理稿，明后天要做新品，现在稿子有些小细节需要修改，真心忙不过来。我本不想搭理他，没想到主动上门找茬。林青青有些不耐烦：“他根本不爱你。”我白眼翻上了天：“爱不爱不知道，可沈太太是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还有，沈家跟叶家联姻背后多大的利益，你知道吗？还来跟我在这谈感情，有病吧？”我从出生就看透了人心，纠结爱与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幼稚的行为，因为男人爱与不爱都是一瞬间的事，既然这么抓不住，还不如来点实在的。物质这种真实存在的比较靠谱，紧紧握在手中，我才踏实。他显然被我的态度震惊了，一时语塞。既然没有感情，为什么要耗着不放手？难道你会为了钱而耽误自己的幸福吗？我有些无语。他像个听不懂话的白痴，没钱更不会幸福。再说了，沈玉要是个穷光蛋，你还会爱他？林青青却坚定回了一句：“爱，他再穷我也会爱他。”真是情比金坚。林小姐，我没有质疑你对沈玉的爱，但是请你搞清楚状况，这里是我的工作室，不是你表决心的地方。你要表白可以去找沈玉，你大可以说你图沈玉的钱，这很正常，我会敬你有眼光。可你居然说
你图的是他的爱，那就别怪我嘲笑你幼稚了。还有，你们的事与我无关，我也不想知道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他气急了，将我放在桌上的咖啡往我身上泼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不过是个摆设，你凭什么羞辱我？我瞬间火冒三丈，拿纸擦了擦脸，还好咖啡泡了有一会，不然这脸就会被烫伤了。我上前就扯住他的衣领，把他往地上扔。没办法，他太高了，必须先放倒，才能不影响我的发挥。下一刻，几声耳光的脆响传出。我是谁？我是沈家大少奶奶，叶家大小姐。你看清楚，我是他沈玉明媒正娶的老婆。我告诉你，你跟沈玉怎么着我不管，要是再敢来招惹我，就没有今天这么好收场了。这时，爷爷打来电话，我开了扩音：绵绵，晚上有你爱吃的螃蟹，早点回来。我松开林青青，笑着回答：好的，爷爷，我下班早点回来。挂了电话，我不理睬林青青，开车回了沈宅。一到家，爷爷看我脸有些红，关切地问我：绵绵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沈玉那小子欺负你了？我笑着摇头，我故意没有整理仪容，就是为了给爷爷看看，沈玉外面养的女人已经嚣张到登堂入室，欺负到正主头上了。我打算自己创业的时候，就压根没有给我这一潭死水的婚姻一丝丝机会。我要做的事情很多，没有一件是关于沈玉的。我不想理会他在外面的那些破事，只要不影响我，不影响我的家人，不等我出手，就会有人收拾他。我轻声回复：爷爷，没事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晚饭后，沈玉才灰溜溜地回来了。我在楼上就听见爷爷在楼下教训他，拐杖都要打断了，老爷子可真是要下狠手啊！我无奈摆了摆手，有什么办法？老爷子喜欢我胜过他孙子。半夜起床，我就听见沈玉在厕所跟林青青打电话：你疯了吧？跑到他工作室闹！我告诉过你，不要出现在沈家人的视线里，到时候我可救不了你。叶棉对你做什么，你都得受着。你自己身份你不知道，怎么老是一副既要有要的样子？林青青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要是再有下次，每个月的生活费取消，你爱找谁找谁，老子不伺候了。从镜子里看到我站在身后，他眉眼间的冰冷散去。我吵醒你了？我摇摇头，转身到客厅找水喝，听到他在背后冷不丁说了一句：林青青的事是我没处理好，你别放心上。我定住脚步，他不配我放心上，我只是希望你把你的女人管好，不要再有下一次了。跑到我工作室作妖，影响了我的工作，后果你自行承担。沈玉低头，小声说了一句：好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睡书房。说完，他就去床上抱着枕头，转身走进了书房。我继续躺在床上，怎么都睡不着，顺手从床头拿出笔记本电脑，打开处理工作。忽然，沈玉从门外伸了一个头进来：叶棉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拼命好吗？不看看几点了？我觉得好笑。他继续说：沈家大少奶奶还半夜埋头工作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沈家怎么苛待你了呢。沈玉，我也是人，我不是个花瓶，我需要做事，需要有价值。再说了，你们沈家少奶奶的身份也不是你给我的，我给了你空间，甚至还放纵你出去养女人，麻烦你就不要对我的生活评头论足了好吗？沈玉大步走了进来，站在我的床边。你是我老婆，我还不能管你了。我被他给气笑了，我都没管你，你凭什么管我？别给脸不要脸。沈玉，他沉默了，周身气息冰冷渗人，压抑着怒火问我：你说的是气话吧？我抬头，
对上他的视线，心中毫无波澜。我是认真的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扯，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难道在你的眼里，我连你的工作都比不上？对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话音刚落，我没有注意到他带着什么情绪离开的，只听见一声砰，大门关上了。第二日天气不错，我心情也不错，从沈宅出来，拒绝了司机送我自己开了一辆几万块的代步车去上班。工作室今天事情很多，会议开了一场又一场。对于新品的市场调查结果出来了，线下的情况还是不错的，烦躁的情绪稍微缓和了一点。我刚坐下准备喝一杯咖啡，就听见助理在门外拦人：“小姐，我们叶总说过不让你进去。”林小姐，我瞬间怒火中烧，拿出手机就给沈玉打了过去。还没有等他开口，我就破口大骂：“沈玉，昨晚不是警告过你，不要让林青青再来骚扰我？你是没有听进去吗？沈玉，你看看你是什么狗屁眼光，三番五次上门作妖，还有完没完？”林青青进来的时候，正听见我在电话里骂沈玉，她眼眶湿润，眼角挂着泪珠，一脸委屈看向我：“叶小姐，不关沈玉的事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”叶小姐，我没空搭理她，随口就叫门口的保安来将她架出去。后来听说她一直在门口坐着不肯走。傍晚时分，我跟同事吃过了晚饭，沈玉出现了，在门口拉拉扯扯半天，我看不下去了。沈玉，这门口有监控，不信你可以抬头看看，要是再不走，我明天就发给媒体。沈家的颜面，我看你是不想要了。说罢，沈玉将林青青拉上了车，关了车门，她却没有上车。绵绵，你别生气。她靠在我办公桌前，我眼皮没抬一下，手指快速地敲着键盘，回复着邮箱里堆积成山的邮件。绵绵，我太久没见过咱妈了，前段时间听说她腿疼，我特意买了一些补品，待会我们去看看她好吗？我皱眉看她：“沈玉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的家人了？”沈玉从来都是被爷爷架着去我家，每次都没什么好脸色。后来我也麻木了，基本上不带她回家了。我妈也懒得问，还让我在沈家要听话，好好做人家儿媳妇。绵绵，我只是不想让你有情绪，回家看看你，也许会开心一点。我勾唇抿笑：“沈玉，你跟林青青腻了，跑我这来找新鲜感了。”绵绵，我是认真的，想要修复我们的关系。一路上我都没说话，一到家门口，我妈正坐沙发看电视，不见我爸踪影。绵绵，沈玉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妈，我们俩专程回来看看您。我妈笑嘻嘻接过沈玉提来的东西，我扫视了一眼家里，没什么变化，没什么人气。我爸应该很久没回来了。沈玉，喝水。沈玉笑嘻嘻接过水，接下来就是我对我妈劈头盖脸的质问：“你不知道我爸去哪里了？”我妈面露难色，还极力替我爸掩饰：“你爸可能公司有事，加班呢，他又去那个女人那里了。”此话一出，包括沈玉在内，众人都惊掉了下巴。我妈可能怎么也想不到，她隐藏多年的秘密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我爸很早就在外边养女人了，自从我嫁到沈家以后，他变本加厉，欺负我妈，性子懦弱，好说话。而我妈呢，跟了他几十年，一路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委屈，最终换来的是背叛。绵绵，你说什么呢？看到我妈日渐苍老的面容，我心疼的情绪到达了顶峰。妈，放心，有我在呢。他要是敢把那个女人带回来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沈玉上前搂住我有些颤抖的身体。从我知道我爸那些破事以后，我就发誓这辈子不会相信男人了，
叶家的产业她一分也别想拿走。我妈当年着急把我送出国是有原因的，她怕我年纪小受到了伤害。我小时候每天晚上都会听见隔壁卧室传来打斗声。第二天，我妈红肿着眼睛给我做早餐，她告诉我，听到什么别记住，好好读书。怎么可能记不住呢？我妈身上极力掩藏的伤痕，还有多少个夜晚，我妈小声的哭泣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都让我恨透了那个男人。那时候日子真的漫长啊！我妈抱着我无声哭泣，我睡着了又睁眼，她还看着窗外哭。好几次，我都背着我妈冲到了我爸办公室，拿着书包就开始疯狂打那个貌美如花正坐在我爸怀里的小三。我冲天的怒气再也控制不住，开始疯了一样砸我爸的办公室，谁都拉不住。最后我爸气急了，将我送到派出所，他还叮嘱警察把我拘留15天。这是我亲爹啊，他还是人吗？后来年纪渐长，我开始失眠，夜夜失眠，经常产生幻觉，听见隔壁有打斗声。在法国的时候，看了心理医生，好了一段时间，又开始反反复复，断断续续，抑郁一直伴随了我多年。看我妈吃过药睡下了，我才放心离开。我不想沈玉送我，你先走吧，我回自己的公寓。她不理，执意要开车送我。绵绵，我怕你出事，让我陪着你好吗？回到家，毋庸置疑，我又失眠了。我让沈玉抱着被子睡沙发，我跑到办公桌面前处理工作。外面灯火通明，屋内点了一盏昏暗的小灯。我看着他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摔下来，急忙想去扶住他。他嘴里还在絮絮叨叨说着什么。绵绵，绵绵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我顿住了，这狗男人真是狗。我把他放沙发上，准备离开，却被他抓住了。老婆，他明亮的眸子闪烁着，黑夜里很是勾人。我被他抱住，灼热的气息将我包裹着。我没有抗拒，毕竟还得看我的肚子，坐稳这个沈家大少奶奶。一夜之后，我有些疲倦，睡了过去，一直没有醒，一夜无梦。我睡得异常安稳。我的公寓里没有阿姨，所以一大早我就听见厨房传来声音。她做了早餐，贴心地泡了一杯咖啡给我。好想我们之间氛围没那么差了，互相松弛了下来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每天都会到我的公寓来住，不为别的，就为沈家传宗接代。1个月后，我就有了反应，第一时间就测出了2条杠。我并没有跟任何人分享，而是去了医院做了检查。沈玉真行啊，双胞胎。我依然没有联系他，继续过着一个人2点一线的生活。他也很默契的没有联系我，直到有天夜里很晚了，他打来电话让我开门。开门他酒气熏天，我闻了有些犯恶心。他朝我扑过来，我下意识退后，你离我远点。他眼神直勾勾看着我，叶绵，你是不是达成目的了，就不要我了？你知道了。我有些疑惑，这件事我谁也没告诉。3个月还不稳定，我想过段时间再去把喜讯分享给爷爷。他笑意盈盈看着我，将我小心翼翼扶进放坐下。还是双胞胎，我老婆可真厉害。他说要傻笑看着我，可是老婆，你有了宝贝就不理我。呜，我还没看过沈玉喝醉，居然这么滑稽。沈家儿媳怀双胞胎的新闻一时间炸开了锅，沈家上下也欢天喜地，特别是爷爷，他前段时间还说身体不舒服，最近这精神头可不要太好，把我接回了沈宅照顾，每日请了专职营养师给我搭配孕期食谱。我度过了一个比较愉快的孕期。生产那天，我妈也来了，她看着我哭红了双眼，不忘给我擦汗。宝贝真棒，
宝贝辛苦了。自始至终，我们都很默契的没有提过那个男人。我妈特意搬到了沈宅陪我，我恢复得很快。出了月子，我就迫不及待进入了工作状态。工作室被我经营得不错，短时间内实现了收益100万。于是我决定扩大规模，开了一家属于我自己的公司，完完全全是我自己创立。公司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我过目亲自挑选的，而不是从娘家、从婆家得来的。当然，该得的我还是得要。后来公司规模上去了，我开始背地里购买叶氏的股份。这些年，要不是沈家的扶持，叶氏要被我爸给败空了。当我买的股份到达一定比例时，我就把我爸除名了。那天，他气愤地把茶杯往我面前一摔：“叶绵，你在干什么？”我笑了，我是在救公司，不然迟早会被你败空。他看着事情已经成了定局，硬的不能来，只能打煽情牌。绵绵，是爸爸不好，这些年疏忽了你们母女俩的感受。绵绵，你别生爸爸的气好吗？男人总是那么自以为是，你不配我生气，你懂吗？我是叶家唯一的女儿，我只是让你提前退休而已。他眼神有些慌乱。绵绵，我求你了，现在我还没老，还能再工作几年？怎么，你没钱了，他就不要你了？下一秒，他便扇了我一耳光。叶绵，我是你爸爸。我笑意盎然。那又怎么样？他还想继续打我，被保安拉住，放开他，让他打。我今天就站在这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能不能把我打死。最后不知道是哪个报了警，警察来了以后，我很配合地做了笔录。我就是要把这件事闹大，让他身败名裂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让他坠入万劫不复之地。现在下班都基本上回沈宅了，有了2个小家伙，有了牵挂，一天不见就很想。那天下班很早，刚进门就看见沈玉很是熟练地抱孩子喂奶换尿不湿，我有些意外，怎么林青青不待见你了？他抬眸一笑，绵绵，我跟他断了。哦，绵绵，我们都有孩子了，以后我会尽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责任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呵呵，你爱跟谁过就跟谁过去吧，以后老娘一个人逍遥自在，有钱有闲。后来，我凭一己之力将自己的公司和叶氏合并，成了江城冉冉升起的新兴企业。听说我爸那个小三，在他卸任董事长第2天就跟他断了，闹得可难看了。曾经高高在上的董事长还卑微求他别离开，真是给我们叶家丢尽了脸。转头我就将恋爱脑上头的叶董送进了疗养院。叶绵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。我哈哈大笑，这环境不错，好好治治你的臭毛病。对，特别是你的恋爱脑，真的没救了。解决掉一个，还剩下一个。我带着警察去的时候，那个妖艳的女人正躲在我爸给买的豪宅里。她以为我爸没了钱，她还能安然无恙坐享其成吗？真是可笑，害我妈生病，害我得抑郁，害得叶氏摇摇欲坠。我收集了他犯罪的证据，一手举办将他送了进去，解决掉一个麻烦了，我的心也一点一点顺了。我把我妈送去了海边，我在那里给她买了房，请了佣人，让她好好生活。林青青找上我的时候，我正在公司。当然，现在我的处境是不需要我处理任何工作的，可我并不想做深宅大院里的怨妇，还是职场里的空气好。他这次来的气焰就没那么嚣张了，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也嚣张不起来了。又怎么了，林小姐？他委屈巴巴地看着我。叶总，我求求你。求我干嘛？要钱找沈玉去，求求你给我和孩子一条生路吧。我震惊，孩子？什么孩子？
直到他给我看了一张沈玉抱着孩子的照片，我才恍然大悟。我说沈玉怎么抱孩子那么娴熟，原来是有实战经验啊！我被气笑了。林小姐，我没拿刀架在你和你孩子脖子上吧？我打了一个哈欠，有些疲倦。说实话，很早之前我就不关心沈玉了，他烂在外边，我都不会去给他收尸。沈家要除掉我跟孩子，我求求你帮帮我。我有些无奈。林小姐，这个时候你应该找的是警察，而不是我。出门右转，请你离开，谢谢。太阳穴又开始一天跳一跳的疼，这一天天要累死我。回到沈宅，老远我就听见爷爷在打沈玉，我放下包就去看了眼孩子。这两小子睡得正酣，我听见爷爷气得发抖：“你这个龟孙子，嫌我这张老脸还没丢尽是不是？你还想气死我不成啊？”沈玉脸色惨白：“爷爷，我发誓，他那个孩子不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人家亲子鉴定书都拿出来了，还能有假？”一拐杖下去，疼得沈玉龇牙咧嘴：“那是他伪造的，一定是他伪造的。他这种女人就是图我的钱。男人呐，可真是又当又立。告诉你，给我把事情解决干净。我不想在江城看到他们母子俩。”见到我进来，爷爷立马笑呵呵：“绵绵，你回来了呀？”我努力抑制嘴角的笑意，点头回应。事情的结尾我了解了，孩子是沈浩然的，他们联合起来想搞垮沈家。沈爸爸还在英国，一直没回来，沈家也没有明确沈浩然的身份，他也一直游走在沈家之外。爷爷也是为了沈家的名声，给了他一家公司让他经营，想的是息事宁人，换来的却是白眼狼。那天我约了沈浩然见面，他也挺厉害，几年时间就把那家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，行业内都称他一声沈总。沈玉就不同了，仗着沈家嫡子的身份，一直吃喝玩乐，不做事。咖啡厅里放着低沉悠扬的音乐，沈浩然冲我一笑：“还记得这首曲子吗？”我点头：“是我在法国最喜欢的音乐。”他为了这场演出的票派了好久的队，只为带我去听一场。你怎么一点没变呢？我笑了：“没变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还不打算离婚？”我摇头：“离婚？那不可能，我上亿的资产还得靠这份婚姻呢。”他无奈笑了笑：“还是那个见钱眼开的女人。沈浩然，你到底想得到什么呢？你不是一直都知道吗？”他眼睛很亮，直直看着我：“叶绵，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，做不了你的老公，能不能让我做你的盟友？得了吧，沈总，以后生意场上的事还得靠沈总担待一下。”随即我又开始劝他：“从前是我太冲动了，沈家的事我也不太清楚。你既然有了现在的成就，就不要去趟沈家那滩浑水了。绵绵，我现在放下了，因为沈家有你，所以我不想再去打扰了。”我们相视一笑，互相都释然了。往后的日子，我工作也是堆成山，每天下班回家都要忙到深夜。沈玉总是在那个时候来烦我：“绵绵，你相信我好吗？那个孩子真的不是我的。”我点头，摆手让他快滚。绵绵，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只是个空壳，可是越接触你，我越无法自拔。你总是对我不冷不热，我快抓狂了，所以我一直在试探你，看看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我的位置。沈玉阴沉着脸对着我：“沈玉，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我不在意，我也不想在意。人活着难道就只有那些情情爱爱了吗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还有孩子要照顾，还有老人要赡养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生来就是吃喝玩乐的？沈玉，你太幼稚了，有了孩子都不能让你成熟一点。说实话，
我不理解，像你这种生于豪门世家，更应该以利益为重，以家族为重，整日沉迷女色也不是你的错。错就错在你不应该自以为是，以为每一个靠近你的女人都应该义无反顾地爱上你。我承认我嫁给你，的确是为了你的钱，为了拿到沈家的资本来扶持叶家。往后我们就和平相处好吗？你别再纠缠我爱不爱了。现在我们都已经为人父母了，该做的应该是为了孩子和谐相处，好好生活。我试图将他从深渊里拉出来，让他好好看清现实。现实就是我不爱他，我也不会爱他，而他对于我来说，只是我孩子的父亲。他垂眸，将手中的红酒一饮而尽。绵绵，你真的一点感情也没有吗？他声音逐渐沙哑，有些哽咽。绵绵，可是我们是夫妻，要是没了爱，怎么能行？我有些累，太阳穴又开始抽疼。我跟沈浩然睡过了，他手中的红酒杯掉落，碎成了渣，眼底泛起猩红，一脸不置信看着我。叶绵，你……我若无其事关上电脑，冲他一笑。怎么，你在意？我真的希望我们只是行婚，各自享受着这份婚姻带来的益处。他每天换一个女人，我都不管。而我运用沈家的人脉，得到更多的资源，两全其美，不好吗？叶绵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有些烦躁。回国那天，你跟林青青在酒吧狂嗨那天，她气到想掐住我的脖子，被我熟练躲开了。她一拳打到了我的电脑桌前，发出一声闷响。绵绵，我和林青青至始至终都是她一厢情愿。我根本不爱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沈玉，你爱谁都跟我没有关系。他失魂落魄，跌坐在沙发上，全身力气被抽干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林青青那个儿子也是沈浩然的。听到这里，他更加愤怒，气到浑身发抖。平静了片刻，开始捂着头。你们沈家基因可真不怎么样，都是这种货色。他喃喃自语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好自为之吧，以后别来烦我了。他把头埋在双腿间，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，而我也不想跟他说话，听着他低声哭泣。沈玉，人活着要争一口气，你说说，沈家这么大的家业，还靠爷爷苦苦支撑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以后我们合作，将沈家跟叶家发扬光大，也算是为后世积德了。我苦口婆心劝他，他比我2个儿子还不听话。我走到窗边，看到他这副样子，有些鄙夷。一点点付出就想获得更多，还妄想得到我的心，真是不自量力。他该庆幸娶了我，不然早就闹得鸡犬不宁，沈家还能有现在的盛况。爷爷此时走了进来，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向沈玉，一拐杖下去，他就清醒了。爷爷，我错了啊，我错了。沈玉，你现在就去给我带孩子，以后沈氏交给绵绵，你在家当家庭妇男。爷爷得意对我一笑，往后日子还很长，孩子还需要很多的爱和钱，我不努力怎么办？还能指望沈玉？谁都会有个成长过程，有些人不是长不大，而是不愿意长大。不像我，一出生就知道自己不能做小孩了，所以我发了疯一样的爱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